是砖头硬，还是脑壳硬？别看电视里那些牛人经常手劈砖头，看起来红砖的质量好像不怎么样，可经常用砖头杀人的朋友们都知道，哪怕是最轻最普通的加气砖，也能轻轻松松地把人砸成脑震荡。卢一伦走到了一个混混的面前，说道：忍一忍。伦哥，非得砸自己人吗？这个混混抬手指了指苏无忌：咱们人多，不能弄他了。你他妈的找死，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卢一伦猛然扬起手，手里的砖头砸在了手下的脑门上。他这一下其实还收了力量，不轻不重的，可是一板砖下去，那个混混捂着脑袋蹲在了地上，一缕鲜血已经从脑门流到了脸上，板砖却完好无损。继续吗？苏无忌面无表情地说道。卢一伦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砸，可是接连砸了好几下，这个混混已是眼冒金星，天旋地转，都快被砸得失去知觉了，这板砖居然还没裂开。苏无忌骂道：真他妈的没用，再给老子使点劲！卢一伦只能咬咬牙，用足了力量，大臂抡圆了，板砖狠狠砸在了手下的脑袋上。这个混混砰然倒地，他本来就已经满头满脸都是鲜血了，被重重砸了这么一下，脑壳怕是都裂出了很多口子。那一块板砖终于碎成了两半，这血腥的场面让龙清河看得心惊肉跳，但也觉得十分解气。他看着那个穿着跟孔雀一样的男人，眼睛里满是复杂。这和下午那个不断对自己赔笑道歉的家伙，区别真的太大了。苏无忌淡淡说道：还有29块砖头，继续别停。卢一伦的心脏再度突突一跳。这时候，之前捂住龙清河嘴巴的那个混混终于承受不住内心的恐惧了，转头就跑。可这时候，苏无忌却忽然飞起一脚，地上的那半截碎砖头被他踢了起来，精准无比地撞到了这混混的后脑勺上，后者直接重重摔了个嘴啃泥，后脑上已是一片鲜血。我让你跑了吗？苏无忌呵呵一笑，慢条斯理地走过去，抓住了这混混的脚踝，将他倒着提了起来，随后猛然一甩。这混混被横着甩了半圈之后，脑袋重重地撞在了一棵树上，树叶被震落一大片。那一声咚的闷响，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心脏一颤。撞了这一下，这混混已是满脸鲜血，不省人事。如果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的整个面骨都严重变了形，半边脸明显瘪下去了。苏无忌这才松开了这货的脚踝，将他随手丢在地上，拍了拍手：这家伙头铁起码得值5块砖头，卢三狗，听明白了吗？头铁这个词是这样用的吗？龙清河竟是有点微微的忍俊不禁，于是卢一伦便只能硬着头皮抱着5块砖头走了过去，一下接着一下狠狠砸在自己兄弟的头上，接连用力砸了20几次，才把5块砖头全部砸碎。这货的脑袋都变形了，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得成。龙清河看着此景，表情又紧张了些，只能用深呼吸来平复着心中的激荡情绪。他不是圣母，自然不可能会在这种时候指责苏无忌下手太狠，只是对于这极有可能要出人命的事儿，这青年不怕承担责任吗？毕竟以现在的法律而言，即便是见义勇为和正当防卫，也是有着严格又主观的判定界限的。
如果真的按照前些年某些法官的判决标准来看，苏无忌的这种行为都不能称之为互殴了，而是恶意伤害。在10几分钟之后，场间还能站着的只剩下卢一伦和龙清河了。苏无忌叼着没点燃的烟，靠着那台连气囊都没有的桑塔纳说道：还剩11块砖头都是你的了。卢一伦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苏老板，求求你放过我吧，我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干了。他痛哭流涕。苏无忌淡淡道：上次在东方丽人会所，要不是你跑得快，怕是现在都不能站在这儿说话。当时东方丽人会所那几个股东强迫女大学生的事情，这个卢一伦不可能没有任何涉及，必然是帮凶之一。哥，我以后真的不会了，我改过自新。苏无忌摇了摇头，咧嘴一笑。可我不相信你啊。他这一笑让卢一伦哭得更大声了。这一群兄弟都被他砸得半死不活，下半辈子能不能醒过来还不好说。卢一伦深知把砖头在脑壳上砸碎需要多大的力量，自己要是挨上几下，肯定得变成植物人。如果我来得晚了一点，这个女人怕是已经遭了你的毒手了，你让她下半辈子怎么活？你按，我去，世界也太小了吧。苏无忌说着，瞄了一眼龙清河，一下子一个机灵。江晚星之前的那个电话已经告诉了他，这个女人就是临江卫视的一姐。龙清河深深地看了一眼苏无忌，心跳得有点快。他伸手压住起伏的胸口，努力用外力来压住心情，随后很认真地说道：今天真的谢谢你了，你的车我来负责修理吧。也不是不行，不过如果你非要给我修车的话，能不能顺便把这车子的座椅都换成真皮的？龙清河啊，修理车不着急，我先修理修理人。苏无忌说着，已经捡起了一块砖头，走到了卢一伦的身边。卢三狗，给我跪直了。卢一伦惶恐到了极点，但也只能直挺挺跪着。苏无忌说道：我看你下巴上的这个骷髅头很不爽了，纹身纹哪儿不好，偏偏纹脸上。说着，他自下而上的抽了一板砖，正中下巴。这个卢一伦的下巴当即发出了骨裂声，疼得他眼泪直流。可虽然下巴被砸得变了形，可骷髅头纹身还好好的。苏无忌摇了摇头：不够，还不够。龙清河看了看苏无忌，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说道：要不咱们报警吧。苏无忌说道：你懂个毛，别瞎插嘴。他从小就极守规矩，所有行事皆是在条条框框之内。可是今天，如果苏无忌把人打得半死，然后拍拍屁股走人的话，事后被警察追究起来，他肯定要坐牢的。自己如果替他隐瞒，是不是算是做伪证欺骗警察，也得被牵连。可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龙清河不禁为自己产生这样的念头感觉到羞愧。只见苏无忌从那个腮帮被贯穿的混混嘴里拔出匕首，走到了卢一伦的面前，说道：跪好了，感动一下就打死你。卢一伦看着贴上来的匕首，忍不住的打了个寒战。苏无忌手起刀落，卢一伦一声惨叫，下巴瞬间变得鲜血淋漓。他下巴位置的皮肉全部被苏无忌一刀切掉了，而本来纹在下巴上的骷髅头终于彻底消失了，血淋淋。苏无忌拍了拍卢一伦的脸：自己报警就说这些人是你打的，听懂了吗？卢一伦以为苏无忌要放过他了，
立刻小鸡啄米一样的点头。明白，我明白，哥你放心。他立刻忍着下巴的剧痛，开始打报警电话，当着苏无忌的面，把所有的责任都往自己的身上揽。哥，电话打完了，警察10分钟就能到。卢一伦挤出了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来。砰！一记板砖狠狠招呼在他的脑袋上，砖头直接碎了。卢一伦当场栽倒在地。苏无忌倒也没留情，又往卢一伦的脑袋上拍碎了几块砖头，这才停手。这家伙的脑壳瘪下去一块，要么变成植物人，要么变成二傻子。苏无忌拍了拍手，看向龙清河。解气吗？龙清河用力压着不断起伏的胸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看起来还不够解气。对了，还得没收他的作案工具。苏无忌说着，直接对着卢一伦的小腹之下重重踢了一脚。这一脚踢出去，哪怕龙清河是女人，也看着有些两腿发紧，差点憋不住尿。紧接着，苏无忌掏出手机，打开了免提。红尘哥啊，湖滨东南角这边有几个社会败类狗咬狗，你让分局的人来收拾一下残局吧。李洪成的爽朗笑声从电话里传出来。好小子，你又为民除害了，改天老哥请你喝酒。龙清河听到了这声音，那娇柔的身子猛然一颤，他震惊到了极点，腿软的几乎站不住，趔趄了2步，一屁股摔在了地上。苏无忌挂断了电话，斜眼看了看摔在地上的龙清河。怎么至于被吓成这个样子的？龙清河从地上爬起来，顾不得拍掉屁股上的灰尘，他深吸了一口气，问道：刚刚给你打电话的是湖滨分局的李局。对呀。苏无忌直接承认了。龙清河的喉咙滚动了一下，艰难地说道：可是你居然联系警察，不怕他们抓你吗？在他看来，从那个卢一伦打电话报警揽责的时候，这件事情似乎就可以结束了，起码逻辑上能圆得过去。可这个年轻人天天一个电话直接打给了李洪成，除非他们相交莫逆。在龙清河的印象里，李洪成是个极为优秀的警察，性子刚正，从不徇私。可是他怎么会和眼前这位下手血腥狠辣的年轻男人这么熟？苏无忌笑眯眯地说道：我们警民一条心，一直都是亲如一家。龙清河站在原地，看着满地晕死过去的人，一时间有些没法迅速消化掉这句话里的信息量。苏无忌打开了普桑的车门，试着发动了一下，还能开，就是引擎盖被撞得翘了起来，稍微有点影响视线。他干脆直接跳到了引擎盖上，哐哐2脚，把翘起来的部分全部踩了下去。龙清河看得呆了呆，他第一次知道车还能这样修。这破车就是皮实啊。苏无忌把车子倒出来，对龙清河说道：其实云烟湖周边平时很安全，今天也是你倒霉，这种事儿都遇上了，早点回去吧。然而龙清河却拉开了副驾驶的车门，主动坐了上来。苏无忌一愣：你这是干什么？因为我救你一次你就对我动心了？龙清河忍了忍，说道：我要找的人还没找到，你能送我去皇后酒吧吗？苏无忌呵呵一笑，把车门落锁。你长得这么好看，就不怕我在车里对你干什么？龙清河立刻说道：你不是这样的人。只是说话的时候，他本能地把自己的2条丰腴嫩白的大腿并拢了一些。苏无忌，这腿不错啊。龙清河并得更紧了，
还把手放在裙子上压着，把最后一丝走光的可能也给杜绝了。苏无忌咳嗽了2声，算了，我正好顺路送你去。由于江晚星的提醒，他当然知道龙清河要找谁。可是自己如果真的接受这种见鬼的专访，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情书还不得雪片一样的寄往皇后酒吧，烦都烦死了。对了，你救了我，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龙清河扭头看了看身边的青年，现在他还有点恍惚。苏无忌。我叫严小鹏。龙清河。哦，挺可爱的名字。苏无忌瞥了他一眼，没词儿就别硬夸了。堂堂著名主持人，此刻居然有些词穷了。沉默了2分钟，龙清河看着皇后酒吧的巨大招牌，听说这儿生意很火爆，我还是第一次来。苏无忌咧嘴一笑，是的，这里是灵州美女聚集地，这城市所有的夜场美女的质量加起来都比不上这儿。龙清河问道。你很熟？苏无忌笑得更开心了。我几乎天天来呀。龙清河从小是受传统教育长大的，他虽然已经踏进了娱乐圈，但也一直认为喜欢来夜店的男人都不是很正经。他觉得苏无忌此刻的笑容充满了色气，一想到这家伙还有那么惊艳的女朋友，龙清河便本能的有些心里不适。虽然你救了我，但是……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劝说道：那个女孩满眼都是你，你不要对不起她。苏无忌懒得解释。关你什么事？龙清河很认真地说道：你其实是个好人，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份工作。苏无忌没好气地回应：你也是个好人，就是蠢得要命。龙清河咬了咬嘴唇，他本想争辩几句，但是一想到这讨厌的家伙刚刚救了自己的命，于是又忍了下来。还好前面就是皇后酒吧了。龙清河长出了一口气：我到了，谢谢你，改天请你吃饭吧。他其实还想买点东西感谢苏无忌的，毕竟如果没有他，自己此刻必然正在承受地狱般的痛苦。苏无忌说道：我不想和蠢女人吃饭。龙清河轻轻攥了攥拳头：你说清楚，我哪里蠢了？苏无忌呵呵一笑：你连我和宋之瑜是不是男女朋友都看不出来，上来就是一通爹味十足的说教，还说你不蠢。那丫头叫宋之瑜，原来是她单方面喜欢你。龙清河恍然，随后立刻道歉：对不起，我还以为你是渣男。苏无忌冷笑：没关系，认为我是渣男的人多了，不缺你一个。对不起。龙清河再次说道。但道歉归道歉，龙清河还是有些不能理解，眼前的这个渣男究竟哪里值得宋之瑜喜欢的？想来想去，他只能将之归结于这女孩年纪太小，没见过太多优秀的成功男人。别废话，到地方的下车吧。苏无忌说道。不过在苏无忌看来，这女人知错就改，还挺懂事，没那么讨厌了。谢谢你。说话的时候，龙清河注意到停在皇后酒吧门口的几台百万豪车正纷纷让开通路，把大门口最宽阔的迎客车位留给了这台桑塔纳。龙清河此刻不禁觉得这皇后酒吧很有待客之道，迎宾服务生还真是不用有色眼镜看人，
连这种只能卖废铁的破车都能获得和法拉利一样的泊车待遇。而紧接着2个服务生已经前来拉开车门，甚至还抬手放在门框上，防止龙清河撞头。他赫然看到，当苏无忌把车子熄了火，一脚踢开主驾车门的时候，门口的服务生齐齐弯腰鞠躬。龙清河忍不住地说道：这儿服务态度真好，让人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主要是这里的老板有才华，管理有方。苏无忌呵呵一笑，把车钥匙丢给泊车小弟，随后说道：你找你的人，我喝我的酒，咱们俩各玩各的。说完，他便率先走进酒吧里。龙清河紧跟而上，然而他随后便是一愣，因为他细心地发现，当其他的豪车车主走进酒吧的时候，并未得到门口所有服务生和安保齐齐鞠躬的待遇。难道是这些服务生认出我来了？龙清河第一时间便冒出这个想法，但想了想，又觉得这个理由有点站不住脚，毕竟自己化了那种几乎换了模样的妆。保险起见，他又从包包里取出了一副黄色的偏光镜，戴上之后又把现在的容颜多遮盖了几分。这么大的酒吧，找一个人有点难啊。龙清河还想着制造偶遇，先和那个叫苏无忌的人交上朋友呢。可是这酒吧里面人头攒动，音乐震耳欲聋，该从何找起？走到了门口安保的面前，龙清河问道：请问你们认不认得一个叫苏无忌的人？这个身高有1.9米的安保瞪大了眼睛。小姐，你找我们老板，你刚刚不是和他一起从车上下来的吗？龙清河懵了。你们老板？旁边的服务生连忙捅了这安保一下，这家伙立刻改口：不好意思，什么苏无忌不认识，没听过。小姐，你要不去别的酒吧找一找？在这俩人看来，肯定老板又用小号泡妞了。龙清河倒是不像宋之瑜那般好骗，短暂的懵逼过后，他的目光在两人的脸上扫了一下，便了然于心。他跺了跺脚，有点恼火，这个讨厌的家伙居然骗了自己一路，怪不得豪车都给桑塔纳让路，怪不得门口所有人都鞠躬。安保和服务生自知说错了话，立刻低头看脚尖，不吭声了。龙清河恼火地问道：所以严小庞是谁？那个嘴巴很松的安保又顺口说道：是我师傅，也是我们老板的保镖，2米多高，很好认的。旁边的服务生赶忙又踩了他一脚。龙清河忽然就笑了，他从包包里掏出了2张钞票，塞到这安保的手里。谢谢你的知无不言。旁边的服务生目送着龙清河走进酒吧，笑呵呵地说道：小王啊，说不定这位就是咱们未来老板娘，她要是看好你，再跟老板吹一吹枕边风，你可就飞黄腾达了。那名为小王的安保正紧紧攥着200块小费，手心里全是汗水，都快哭出来了。龙清河刚走到卡座区域，便看到了苏无忌，他正站在一处大卡座旁边，表情有些怪异。于是龙清河便绕到了他身后。卡座里坐着10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男女，一个漂亮姑娘正微微皱眉看着苏无忌。你为了找我又跟到这里来啦？此时站在卡座边的正是卓灵宇，他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苏无忌的这种行为。这么多年还暗恋着自己，现在这种初心不忘的专一男人确实不多了。那么要不要鼓励他？
有人追自己固然是好事，可是卓凌宇很确定，目前的苏无忌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大家都已经是成年人了，总要考虑一些更实际的问题。苏无忌斜眼看了看他，谁跟着你了？那个家里开公司的男生拍了拍苏无忌的肩膀，道：兄弟，说真心话，你和凌宇终究不是一路人，没必要故意制造这样的巧合。这话听起来颇有种语重心长的感觉，实则话里话外都透着得意。这哥们叫袁年达，下午带着10几个同学在自家公司参观了一圈，现在则是到了皇后酒吧，包下了一个大号卡座，想要展现一下经济实力了。巧合个屁，我就是在这里工作。苏无忌把袁年达的手打到一边。对了，我不喜欢男人碰我。卓凌宇摇了摇头。苏无忌，你这个理由真的太牵强了。其实我下午已经把话说开了，你现在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苏无忌觉得这女人疯了，没好气地说道：你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啊。这句话对卓凌宇的攻击性为零，他轻轻咬了咬嘴唇。你不需要用这样的态度来伪装自己的情绪。我知道，我的拒绝会让你受伤，可是如果我一直吊着你，会让你的伤害持续更久的。苏无忌听了，呵呵一笑。卓凌宇，你这句听起来还挺像一句人话。你不是说你还有工作吗？那快去吧。卓凌宇俏脸涨红，不再争辩，坐回了位置。龙清河站在斜后方，看着此景，暗自好笑。他当然能看出来，这个混不吝的酒吧老板此刻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可偏偏没有人相信。但这时候的龙清河仍旧无法把这个穿得像孔雀一样的暴力男和那个击垮分劫拐卖犯罪团伙的英雄形象联系到一起。可是自己还有专访没完成。龙清河忽然想起自己在来到这之前跟李洪成在电话里说的那些话了，先交上朋友，日后再考虑专访的事情。而眼下不就是一个拉近关系的好机会吗？这时候那个袁年达则是咧嘴一笑，又搂住了苏无忌的肩膀。兄弟，坐下一起喝一杯，今天我请客，你喝多少都算我的。苏无忌本来还有点不耐烦，结果听了这句话，眼睛顿时一亮。你说真的，这皇后酒吧里有些酒可是很贵的，你能请得起吗？好不容易得了这么一个捧哏，袁年达怎么能轻易放他走？于是说道：大家聚一起就是开心，敞开了喝就是。看到苏无忌跟着坐了下来，卓凌宇又皱了皱眉头。他凑过去坐在了苏无忌的身边，小声说道：你非要坐下来喝酒，你难道看不出来？卓凌宇虽然行事目的性很强，但心思不坏。他本想提醒一下苏无忌，袁年达就是故意在让他难堪。可是这时候，一个戴着黄色偏光镜的漂亮御姐来到了他们的卡座旁边，问道：我也是苏无忌的朋友，我能不能一起坐下？看到这个女人，在场的7、8个男生顿时眼睛都亮了。虽然光线还比较暗，让人无法具体看清楚她的五官，但是那种知性与成熟完美结合的气质实在是太动人了。卓凌宇的第一反应却是，苏无忌这么穷，怎么可能有这么漂亮的朋友？然而苏无忌却捂住了脑门，没好气地说道：你是不是认错人了？他都不知道自己的马甲什么时候掉了。无忌，你在开什么玩笑？我刚刚还坐你的车来的。龙清河笑着说道。
那个袁年达本能地觉得这玉姐有点眼熟，但一时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立刻招呼道：快来坐下吧，既然来了，都是朋友。他让出了旁边的位置，可是龙清河却紧挨着苏无忌坐了下来。于是苏无忌左手边是卓灵宇，右手边是龙清河，一下子成了这个卡座里最让人羡慕的男人。只是卓灵宇此刻的心情却不怎么好，他觉得自己的风头似乎全被这个成熟姐姐给盖过去了。无论是气质、长相、身材，自己好像全都没得比。袁年达说道：来来来，大家都看看，咱们点什么酒？几个人拿起酒吧的平板电脑，翻看着上面的酒水单。其实皇后酒水的均价不算贵，可对于这些还在读书的研究生来说，就有些超出生活费的承受水平了。袁年达也有心表演，他又强调了一遍：大家尽管放开了喝，反正今天喝多少都算我袁年达的。卓灵宇翻看着那些价目表，表面上很平静，但是内心之中却有些许波澜。他平日里从来不会来夜店，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自己的生活费不允许他这么消费。尽管以卓灵宇的长相完全可以找一个长期饭票，但他有着更高远的目标，所以不想这么早就把自己便宜出手了。他只点了一杯100块的鸡尾酒，而龙清河却用胳膊肘碰了碰苏无忌，这动作像老朋友一样熟人。喂，你想喝什么？苏无忌没搭理他，咧嘴一笑，问向周围那几个学生：你们喝过神龙套吗？这些学生们纷纷摇头。别说没喝过，听都没听过。以前他们都是埋头学习，顶多去过一些小径吧，那些小场子哪有神龙套、黑桃 A 这种玩意儿。龙清河则是差点没忍住笑，说道：我也没喝过。苏无忌对袁年达说道：这位同学，我还没喝过神龙套，能不能来一套？袁年达的面部肌肉有点僵硬，他说道：也行，神龙套有小神龙和大神龙，咱们要不来一套小点？小神龙也得3万8。苏无忌直接把话头接了过去：咱们人多就来一套大神龙吧。那些学生还不知道这是多少钱。苏无忌咧嘴一笑：不过这个要88800，有点贵了。算了算了。一群学生都露出了啧舌的表情，他们也跟着说道：是啊，太贵了，咱们没必要喝这么贵的酒。袁年达没看出来苏无忌是在把自己往高处架，听到同学们这样表态，他一咬牙说道：行，服务生给我们开个8万8的神龙套。服务生眉开眼笑：好嘞，先生，贵些啊。我姓袁，叫袁年达。袁年达知道现在问姓名是要做什么，他叮嘱了一下：待会 DJ 别喊错了。1分钟之后，现场 DJ 开始高呼：恭喜3号卡座袁年达先生，喜提88888的大神龙一套。酒吧的欢呼声响起，漂亮的小姐姐排着队把酒水送到卡座，袁年达志得意满。他忽然觉得这笔钱花得太值了，有点想感谢苏无忌了。这时候龙清河看着那一排穿着高开叉旗袍来送酒的美女，凑到苏无忌的耳边小声说道：苏老板，你说的没错，这里的美女质量比我们临江卫视还高出一截。苏无忌扭头看了他一眼：你处心积虑地接近我，到底想干什么？只是两人离得太近了，苏无忌的这一下耳语
嘴唇差点擦到了龙清河的侧脸。看到他们这么近距离的嘀嘀咕咕，卓凌宇忽然有种自己被冷落的感觉。他端起酒杯，一下子喝了一大口，结果喝得太快，眼泪都给呛出来了。可哪怕卓凌宇咳嗽得很厉害，苏无忌也压根没有往他的方向看上一眼，一直在和龙清河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天。这会儿袁年达一边跟同学们碰杯，一边观察着卓凌宇的表情。他花了那么多钱，本以为可以换回美人一笑，可是卓凌宇似乎情绪不太高，就在那儿面无表情地喝闷酒。2楼，萧英磊伏在栏杆上，栏杆因此承受着柔软的压力，而小庞就站在他的旁边。萧经理，老板在干什么？小庞说道。老板在帮酒吧赚钱。萧英磊笑答。小庞不解，被2个女人夹那么紧，就能赚钱？萧英磊清了清嗓子，还是回答道，有时候是可以的。小庞，什么时候？你这让我怎么详细回答？萧英磊轻轻扶额，随后转身对手下的主管说道，下去告诉那个袁先生，今天我们有针对神龙套贵宾的充值活动，充300万送20万，充500万送50万，问问他需不需要。这主管愣了愣，萧经理，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个活动的？萧英磊微笑道，刚刚。来，凌宇，咱们干一杯。袁元达说着，把身子探过茶几，跟卓凌宇碰了一杯。卓凌宇把杯中的半杯酒一饮而尽，似乎也没有多少说话的兴致。这姑娘的酒量还不错，现在一个人喝了大半瓶，居然还只是俏脸微红。而这个时候，龙清河又用胳膊肘捅了捅苏无忌。你旁边的姑娘似乎心情不好。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关我屁事？龙清河问道。我想听八卦，感觉你们之间肯定有事。可是我和你又不熟。苏无忌懒得搭理。我怀疑你接近我别有用心。龙清河决定说出自己的真实目的。我想做个专访，想听听你见义勇为抓住芬姐的心路历程。苏无忌呵呵一笑，扭头看了他一眼。和我谈恋爱可以，谈这事儿不行。龙清河说道。那你要我怎么做才能答应？苏无忌瞄了瞄他的胸口，又瞄了瞄他的大腿，呵呵一笑，指了指面前的金色酒瓶。你要是能把这一瓶喝完，我就给你做专访。龙清河居然连半点犹豫都没有，抓起酒瓶就要往嘴里倒。哎，就算神龙套很贵，你也不能对瓶吹啊！看看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苏无忌一脸嫌弃的给拦了下来。人家袁同学要心疼的。我不心疼，那有什么心疼的？大家出来不就是为了开心吗？袁年达现在的虚荣心得到了空前的满足。这位姐姐，你可劲儿喝完了，咱们再开一套。龙清河擦了一下嘴角的酒液，瞪了苏无忌一眼。你故意下套坑我。苏无忌瞄了一下对方的大腿。我什么时候对你下套了？龙清河听出了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把大腿并拢了一些。萧英磊在楼上看得干着急，跺了跺脚。老板怎么还得拦住了？让他对瓶喝呀，喝醉了就好办了。然而这时候酒吧的前厅主管走了过来，他说道：袁先生，我是皇后酒吧的主管，我们针对神龙套客户有充300万送20万，充500万送50万的优惠活动，您看今天要不要考虑一下？袁年达这时候已经喝了半瓶酒了，有点上头。
不过一听说要充值这么多钱，他还是有些犹豫。苏无忌往楼上看了一眼，正好瞧见萧英磊撑着栏杆望向这边，还对自己招了招手。他于是问道：魏主管，我们袁绍不在乎赠送多少钱，你们有没有什么别的附赠服务？比方说充了值之后，袁绍的名字能在大屏幕上一直闪啊闪的那种。主管笑容可掬地看着自己的老板。这位帅哥，可以的，只要充值超过500万，可以让袁绍的名字全场闪耀1小时。苏无忌一拍大腿：那还等什么？袁绍来冲了冲了。卓凌宇看着此景，表情沉静，有些不开心。他对苏无忌说道：苏无忌，你没必要这样捧他的臭脚的。苏无忌却咧嘴一笑：人家袁绍也都请咱喝酒了，咱不得给袁绍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啊，这样又有钱又心善的好人哪里找？卓凌宇被怼得不说话了，又闷闷喝了一口酒。袁年达虽然家里有公司，但家教甚严，一时间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他明显有些为难。我平时都专注学习，来夜店的时间比较少，充得多也花不掉。要不先充个300万？好啊，主管说道。充值300万，应该也可以给您争取一下，让您的名字在酒吧全场闪耀半小时的，保证您今晚是整个皇后最耀眼的星。您稍等，我去请示一下老板。随后他看了一眼苏无忌，请示完毕。啪的一声，苏无忌又是一拍大腿，激动地喊道：好，充了袁绍，真男人。龙清河的表情有些幽怨：你拍我大腿干什么？这家伙手真重啊。袁年达也把酒杯重重地放在茶几上，豪气干云地喊道：好，冲！说这话的时候，他丝毫没有考虑到，若是老爸知道这事儿，会不会把他给打个半死。10几个同班同学都鼓起掌来。当刷卡付钱之后，整个酒吧的所有屏幕里同时亮起了恭喜袁年达先生成为皇后酒吧金卡会员的字样。全场欢呼声再度响起。此刻袁年达觉得这才是男人的顶峰。他不由得多看了苏无忌2眼，眼睛里全是志得意满。卓凌宇看着此景，摇了摇头，轻轻说道：幼稚。龙清河看了看自己那雪白大腿上通红的五指印，觉得苏无忌真是不按套路出牌，搞得他有点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了。他拿起酒杯跟苏无忌碰了碰，凑到了对方耳边，小声说道：祝贺你又赚一笔，苏老板真是生财有道。苏无忌嘿嘿一笑：用钱的地方太多了，你们这种大明星肯定不懂我们这种小商贩的苦。不得不说，龙清河靠他靠得太近，尤其是说话的时候，从口中喷吐出来的热气打在他的耳朵上，痒痒的，加上酒精的催化，让人有些不淡定。苏无忌忍了忍，才没有伸手去搂住龙清河的柔软腰肢。怪不得人们总说醉眼逛青楼，个个都温柔。这酒精一上头，就连旁边的卓凌宇都颜值暴涨，不输于一线女星了。卓凌宇看到龙清河和苏无忌一直在咬耳朵，自己却被完全的忽略，心中的那种不爽感觉又被放大了。随后他起身坐在了龙清河的旁边。这位姐姐，我敬你一杯，我叫卓凌宇，在临江大学读研一，厉害。龙清河说道：我叫何青龙，开传媒公司的。既然对方没有认出自己，龙清河就把自己的名字倒着说。苏无忌附耳过来：龙姐姐开小号的时候比我还熟练，看来你也是个渣女。
龙清河喝得上头，顺手也打了苏无忌的大腿一下。我才不是。卓灵雨看着这个动作，微微皱眉，问道：龙姐，你和苏无忌是什么关系？龙清河微笑：凌雨同学，你很在意这个问题吗？我不是。卓灵雨摇了摇头：只是看你很漂亮，气质很好，想知道你为什么和他这么亲近。卓灵雨的直觉很准，她本能地感觉到这个何青龙不是个笨女人，可她为什么要和苏无忌走得那么近？图什么？苏无忌咧嘴一笑，主动回答道：因为他在追我啊。龙清河瞪大了眼睛：臭不要脸！卓灵雨却对龙清河解释了一句：龙姐，苏无忌喜欢我很多年，所以你就别追他了，你不会成功的。哦，原来如此。龙清河笑得可太开心了。原来苏先生这么专情啊。这下轮到苏无忌瞪眼了，他实在无法理解卓灵雨的脑回路。苏无忌咬牙切齿地说道：卓灵雨，我强调一下，我没有追你。卓灵雨：你有，你今天故意制造了2次偶遇。苏无忌：放屁！退一万步讲，就算是我真的追了你，你是不是拒绝了我？卓灵雨：是的。你拒绝了我，还不让我跟别的女人走得近，你是不是有毛病？卓灵雨咬了咬嘴唇，有点委屈，眼睛里隐隐泛起水光。我虽然拒绝了你，但也只是眼下，我并没有说日后也不会给你机会的，可能我也会改变主意。苏无忌咬牙切齿，他这时候很想把小庞喊来，把这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小仙女嘴巴堵上。此时皇后酒吧的角落卡座里，穆远明的脸色有些不大好看。本想看看这小子和千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结果他就这么左拥右抱的。苏无羡，你能不能好好管管你的好大侄？那个穿着唐装的男人没有丝毫不好意思，呵呵一笑：管不了，这是骨子里的，这一点随他罢。穆远明闷闷喝了一口酒：你们老苏家真是擅长给家族开枝散叶啊。肖英雷本来一直在2楼看老板泡妞，这时候才注意到在角落里还坐着2个老男人，其中一个还对着老板的方向咬牙切齿。我的天，没想到这2位大爷居然来了，解释不清了。肖英雷说道：小庞，老板要是被他们批评了，咱俩肯定要被扣工资。他们敢批评老板？小庞听了，压根没往苏无羡和穆远明的位置看一眼，直接转身下楼。你去干什么？肖英雷喊道。小庞：我去把他们打晕。敢打晕苏无羡？这可是老板的亲大爷。肖英磊的娇柔身形一晃，差点没晕倒。他连忙快步追上小庞，死死拉住他：你要是打晕了他们，咱们老板事后绝对会被揍到屁股开花。后果这么严重，那我就不打晕了。小庞说道。肖英磊稍稍放心：这还差不多。小庞杀气腾腾：我去弄死他们。这个时候，有3台黑色的商务车停在了皇后酒吧的门口。车门打开，清一色的黑色西装男从里面走了出来。只是这西装穿在他们的身上，给人一种西装暴徒的感觉。每个人都留着寸头或者光头，身上透着凶悍之意，甚至其中有几人的脸上有着明显的伤疤。见到此景，皇后酒吧门口的安保立刻围了上去。对于这种事情，他们可太有经验了。不过以往基本上都是老板亲自带着他们，
主动出击去砸别人的场子，很少会成为被动防守的一方。你们来干什么？小庞的徒弟说道。他叫王大周，身高也有1.9米，此刻往那儿一站，居然也很有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对面为首的是一个看起来40多岁的中年男人，皮肤黝黑粗糙，眼里藏着狠意。他淡淡说道：我们来蹦迪，行不行？王大周粗声回应：不行。中年男人冷笑：那就连你一起抓。这时候，肖英雷已经从对讲机里得知了消息，他立刻叫上杀气腾腾的小庞，快步下了楼。这时候，坐在卡座的苏无忌也看到了他们的举动。在皇后酒吧用得着肖英雷和小庞一起出场的次数也是少之又少。苏无忌一看这俩人脚步匆匆，显然就是有麻烦上门了。龙清河虽然有些酒精上头，但还是有些判断力，问道：怎么了？出事了？苏无忌咧嘴一笑：你今天要是来看热闹的，说不定有眼福了。龙清河直截了当地否认：我对看热闹没兴趣，我是来和你交朋友的。卓灵雨听到了这句话，她的俏脸之上仍旧有着不快之意，说道：龙姐，你没必要一直纠缠苏无忌。龙清河暗自好笑，这个比自己小好几岁的女孩居然正提防着他呢。他也起了玩乐之心。无忌都说了，他不是你的人。显然龙清河看出来了，这个女同学肯定不知道苏无忌的真实身份，不然断然不可能是这种态度了。卓灵雨还是说道：可他的心思不可能放在你身上，你没必要做这种无用功。谁说的？苏无忌说了一句，随后大大咧咧地伸出手，直接揽住了龙清河的肩膀。龙清河的身体微微一僵，但表面上仍旧是微笑地看着卓灵雨，而这笑容落在卓灵雨的眼睛里，就和挑衅无异了。苏无忌，你就算是被拒绝了很难过，也不该用这样的方式气我啊。卓灵雨又闷闷地喝了一口酒，泫然欲泣。看着他那红红的眼眶，苏无忌不禁觉得自己的心情好了许多。他的手顺便从龙清河的肩膀滑落到了腰肢，搂得更紧了一些。卓灵雨一下子哭出来了，而斜对面的角落里，穆远明那术后苍白的脸色却已经明显发黑。苏无羡，你非要偷偷来这里，就是为了看苏无忌当着我这老丈人的面和别的女人搂搂抱抱的。苏无羡咳嗽了2声，抿了口酒，呵呵一笑：穆老二，你这人一把年纪了还没大没小，我好歹也是你大哥，怎么能直呼我的名字？穆远明的怒气消不下去。我们现在说的是这事儿吗？你看看你那个好侄子的手放在哪儿呢？苏无羡的眉毛一挑：穆老二，你敢说你在会所里从没搂过那些姑娘们的腰？穆远明一下子懵逼了。我去，苏无羡你半套路。苏无羡呵呵冷笑：在胡搅蛮缠，我就把你以前喝多了的丑态告诉你女儿。穆远明瞬间蔫了：大哥，我错了。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有点纳闷，自己明明站着理，怎么就被苏无羡这老家伙2、3句话给逼到墙角了呢？而此时皇后酒吧的门口已是剑拔弩张。那个为首的中年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照片，放在了肖英磊的面前。我们是宁海国安局重案组的，找这个人带走问话。宁海国安局。肖英磊
眯眼一笑。证件呢？这中年男人立刻掏出了证件，在萧英磊的眼前晃了2下，又收了起来。萧英磊只是扫了一眼，便给苏无忌打了个电话。他当着这群黑西装的面，直接说道：老板，有一群自称宁海国安的人来找你，但我无法确定身份真假，要不要直接扔到临江里？扔江里？那中年男人微微一愣，这开酒吧的都玩这么大了吗？随后他冷笑道：好啊，你们尽管试试，相信我，你们越是反抗，越是我们期待看到的结果。苏无忌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在门口等着我。萧英磊得到命令，同时对小庞示意了一下：抄家伙。小庞得令，立刻快步跑向地下室。这群自称国安的人还不明白萧英磊抄家伙这3个字的具体含义。要是让这群人知道，他们马上要被狙击枪指着脑袋，不知道双腿会不会当场发软。挂了萧英磊的电话之后，苏无忌站起身：你要走了吗？袁年达问道。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一个屌丝对照组，他还不舍得让苏无忌就这么离开呢。苏无忌拍了拍袁年达的肩膀：袁同学，我代表皇后酒吧谢谢你，门口有人找我，我先走了。对于这个大冤种，苏无忌是发自内心的感谢，还想让他多来几次呢。袁年达哈哈一笑，乐道：哥们儿，别乱装逼，你又不是这里的老板，怎么代表皇后酒吧呀？卓凌宇居然也跟着站起来，说道：我也想回去了。今天晚上由于龙清河的出现，使得他真是兴致全无。袁年达其实还远没喝尽兴，看到女神想走，只能立刻说道：那我们先送送苏无忌吧。龙清河自然不可能留在这儿，他还想继续找机会探一探苏无忌的底呢。这个年轻的酒吧老板给他所形成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让龙清河现在还觉得很不真实。苏无忌到了门口，那自称宁海国安的中年男人迎了上来：苏无忌，我们是宁海国安重案组，跟我们走一趟，我们怀疑你和一起恶意伤害事件有关。他这么一说，卓凌宇和袁年达那几个同学都往后退了一步，和苏无忌稍稍拉开了些许距离。而先发声的居然是龙清河。你们肯定搞错了，事情根本不是因苏无忌而起，你们应该调查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他还以为这些国安上门是因为之前苏无忌救自己的时候重伤了几个混混。中年男人呵呵一笑：证据确凿，伤员都给我提供证据了，怎么可能搞错？龙清河坚持说道：我就是目击者和亲历者，我可以作证。在他看来，苏无忌救了自己，如果自己这时候缄默不言，那也太不是个人了。苏无忌看了看龙清河，摇了摇头，笑了一下：你这时候站出来干什么？你人不错，就是太蠢了。龙清河坚持道：我不蠢，我总不能见到正义的人被污蔑而无动于衷。说你蠢，你还不相信？苏无忌说道：这事儿该警察管，可是来的人却自称宁海国安，你觉得是不是有问题？龙清河显然没想明白这其中的关窍。什么意思？都带走。这中年男人一挥手，皇后酒吧的安保齐齐拦在苏无忌前方。萧英磊却扭头往楼上看了一眼。此刻小庞已经趴在皇后的楼顶上，那中年男人的脑袋已经出现在他的瞄准镜里。只要萧英磊一挥手，小庞手里的扳机就立刻压下去了。
苏无忌却把挡在身前的手下们拨开，冷笑道：好，我去看看你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国安。说着，他主动走上了商务车。那个中年男人冷冷一笑：连国安都敢怀疑，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嚣张的嫌疑人。袁年达拉了拉卓灵宇的胳膊，小声说道：你这个老同学说不定惹了大事，咱们以后还是不要和他打交道了。卓灵宇没吭声，只是看着苏无忌走上车子的背影，眼神复杂。龙清河却喊道：我也去，我替他作证。说完了之后，他居然也主动上了车，坐在了苏无忌的旁边。车门立刻关上，车子发动离开。苏无忌差点无语了：你这个拖油瓶真是笨死了啊！龙清河义愤填膺：我不能让他们冤枉好人，国安也不行。收收你的正义感。苏无忌往座椅上一靠，有气无力地解释道：宁海国安局长叫苏占煌，如果他们真是宁海国安重案组的，我会不知道。龙清河不了解苏占煌是谁啊？而这时候，一道声音从第3排传来：你们说的对，我们的确不是宁海国安，而你们上了这台车，就别想活着回来了。2个枪口已经对准了苏无忌和龙清河的后脑勺了。几台商务车迅速离开。这时候，苏无羡和穆远明也已经走到了酒吧门口。看着这几台车，穆远明说道：大哥，当着你的面把苏无忌带走，你能看得下去？苏无羡摇了摇头，呵呵笑了笑：又不是我儿子，这种破事儿不得找他爹。说完，他打了个电话：你在哪儿呢？我刚刚看到你儿子被人抓走了。哪个儿子？苏无忌。电话那边的声音透着满不在乎：不用担心，那小子滑头得很，肯定是故意被抓的。不过就算真抓了，也没多大点事，你帮忙捞出来不就行了？苏无羡没好气地说道：我提醒你，就算是放养孩子也得有个度，你是他亲爹。你还是他亲大爷呢。电话那边：我在苏赤烟这边走不开，忙着呢。苏无羡咬牙切齿地挂断了电话。穆远明见状笑了笑，也就没有火上浇油。他知道苏家这2兄弟每次见面都得斗上几句嘴。看着红温状态下的苏大爷，肖英磊犹豫了一下，走上前来说道：苏伯伯，带走我们老板的应该是冒充的国安工作人员，甚至有可能是从国外回来的职业杀手。苏无羡压下心中的不爽，问道：以前遇到这种事儿，你们都怎么做？肖英磊言简意赅地回答：老板以身作饵，我们伺机而动。苏无羡摇了摇头：虽然苏家对孩子们基本是放养，但我好歹也是当长辈的。今天既然碰巧遇到了，那么这小子的屁股我来擦吧。